欢迎收听《生命的光》。今天我们一起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看这个世界。那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议题是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带来的挑战，特别是参考 AI 教父辛顿的一些警告，还有从神学、哲学的角度来看看 AI 的伦理和风险。我们手边的资料蛮多元的，有访谈，有分析文章，像是 AI 的圣经哲学指南，还有辛顿的警示与 AI 时代的神学辩证等等。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这些资料里面帮大家梳理出一些关于 AI 风险、伦理规范，还有未来可能走向的一些核心的看法。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这个辛顿他好像很明显就是担忧两大类的风险。一个是比较短期的，就是人类可能会滥用 AI， 不管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另一个就是比较长远的，担心 AI 发展出所谓的超级智慧，这个可能变成生存威胁。那针对短期风险，资料里面好像有提了不少例子，对，像是大规模失业，特别是那种日常智力劳动被取代。这不只是钱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工作还连接到他的尊严呐、目标感呐。您觉得来源是怎么看这点的？失业这个确实很实际了，而且资料里还提到其他的就是恶意应用，比如说网络钓鱼会更厉害、更难防，或者用 AI，成本很低就可以制造病毒，甚至还有就是操纵选举，用假讯息精准投放，还有那个致命自主武器。就是让打仗的门槛变低了。对，那这里面有个蛮有趣的点，就是一份从神学角度来看的资料，他把这种技术滥用比喻成，像是现代的巴别塔。现代巴别塔。对，意思就是说，人类想靠自己的技术去达成目标，有点那种傲慢的感觉，结果可能反而造成社会分裂，不平等加剧。像是里面提到的演算法霸权啊、数据垄断这些。现代巴别塔这个比喻真的，蛮深刻的，点出了技术背后那个人性的问题耶。不过，所以这些神学观点是完全否定技术吗？也不是，他不是这样看的。同一份资料，他也引用了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嘛。他强调说，关键其实是怎么用，就是那个使用的心态跟目的。如果 AI 是用在好的地方，比如医疗啊、救灾啊，那它就能表现出或者说彰显出爱跟怜悯的价值。那这个自然就连到所谓的伦理原则了，像是圣经里一直强调的，公义啊，要优先照顾比较弱势的人啊，还有爱人如己这些原则其实都可以作为 AI 发展的重要参考。了解，所以重点是那个使用的心跟方向。好，那我们回到辛顿，他好像更担心的那个长期风险，就是超级智慧可能带来的生存危险。他甚至提到，有10%到20%的几率他们会消灭我们。这个听起来蛮惊悚的。来源是怎么解释的？对，这个部分来源点出一个很关键的洞见，就是 AI 它的那个数位本质。这个本质啊，让他们在学知识、传知识这方面，是我们人类完全比不上的。你想想看，他们可以很容易被复制，对不对？知识可以马上同步更新，那个学习速度可能是我们的几十亿倍。而且，他们的知识可以存下来、复制下去，几乎可以说是某种数位永生了。这个跟我们人类就是被这个生物身体限制住的智慧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根本的对比。数位永生对比生物限制，这真的点出来为什么 AI 可能会那么快就超越我们。那神学的观点又是怎么看待这种最极致的风险呢？神学观点比较倾向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就是末世盼望的框架下来看。比方说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新天新地，它其实暗示说技术再厉害总会有它的极限，最终会被超越。所以重点可能不是一直去害怕技术本身，而是说我们人类需要保持谦卑，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有限的，然后好好做那个管家，管理好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世界，而不是想要僭越那个界限。这个在诗篇啊、箴言里面其实也都有类似的提醒。保持谦卑，履行管家的职分。这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向。可是现实面来看，资料也提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科技进步、商业利益，
还有安全发展，这中间有很大的冲突。你看，公司它有那个法律上要求要最大化利润的压力嘛，就好像就跟要投入很多资源去研究 AI 安全是有点矛盾的。没错。甚至有些科技大佬讲的跟做的好像不太一样，所以辛顿才会呼吁说需要很强力的全球监管，甚至提到需要一种世界政府。对，这就是最难的地方，那个核心的两难。其实你看哦，不管是从世俗的角度，还是从神学的角度，这些资料都指向同一件事：建立伦理框架。这件事非常急迫。那神学的资源，它特别强调几个点。第一个是维护人类尊严，因为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嘛。再来是尽好管家职责，还有要求透明度跟责任，就是开发的人要负责。再来是禁止作假见证，这个就直接对应到现在很红的那个 deepfake 深度伪造的问题。还有要小心技术崇拜，就是不要去贪恋技术本身。最后是要优先考虑关系性，技术应该是要帮助人跟人之间真实的连结，而不是取代它。那哲学的观点其实也蛮类似的，也关心人类的尊严跟幸福感，也强调说要透过了解技术来更了解我们自己，就是那个认识你自己。而且对于资本主义那种追求利润的力量，一定要有好的监管才行。对，没错。所以绕了一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的是 AI 有好大的潜力，可以用在医疗、教育很多地方，但同时也伴随着非常非常深远的风险。不管是从辛顿这样站在第一线的先驱，他发出了直接警告，或者是从神学、哲学这些比较深层的反思来看，好像都指向同一个重点。我们必须要把人类整体的福祉放在最核心的位置，来引导 AI 的发展方向。这需要的就不只是技术上的突破了，更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很强、很有力的伦理规范，还有全球性的治理机制。不过这里面有个核心的张力非常明显，就是说由竞争啊、利润啊驱动的技术发展速度非常非常快，可是要建立全球的共识，还有有效的监管，这个过程却是异常的缓慢，而且充满了各种阻碍。来源也提醒我们，这已经不单单是技术问题喽，这更是一个关于我们要选择什么价值，责任要怎么归属，以及我们到底怎么定义我们人类自己是谁，这样一个很深刻的叩问。对，那么最后我们留给听众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大部分人都同意 AI 的安全需要全球合作跟监管，可是，在现在这个政治现实环境下，理想的全球监管看起来好像很难一步到位。那在技术一直往前冲的同时，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些比较务实的中间步骤，或者是一些机制，可以帮助我们稍微缩小那个理想规范跟有点残酷的现实之间的那个差距呢？好，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